天道维护者苏明，以身补道，功德圆满。功德圆满，不过是用到头了，该当废品处理了。道祖，操你！我为你修补了3万年的 bug， 最后我却成了你最大的 bug。若有来世，我必修正你。苏明，又做白日梦了？梦见自己灵根修复，被长老收为亲传了？哈哈，别这么说，苏师弟可是我们青云宗百年不遇的奇才呀！灵根残缺成这样，还能引气入体，了不起，了不起呀！我叫苏明，从记忆中得知，我回到了天道飞升系统上线的前1年。难道这一世还要像前世一样卑微恐惧的活着吗？不，我这一世，我将亲手修正这不公的天道。检测到适配灵魂，竞技权限天道 bug 绑定成功，核心全能已激活，刊物、修改、删除、重写一切天道法则。苏师弟，白天的时候你很嚣张啊！就是让你替我们打扫伪神祠这个破地方，你竟敢不听话，看我们怎么收拾你这个灵根残缺的奇才！这些个没娘养的东西！拜见张执事，还敢离这些个石头蛋子这么近？这些可都是前朝污秽之物，明早就得砸掉。你们沾上了身，可就污染了我青云宗的清净。那就让这个灵根残缺的奇才今晚就在这里把这些石头蛋子砸碎吧，免得明早还得劳烦我们动手。终于让我有机会独自面对这3000伪神了。平时想随意出入后山这块禁地，可是想都不敢想。污秽之物，这些无知的蠢货怎知这3000伪神虽然法力不高，却是独立于天道之外的法则碎片。道祖，原来你也有眼瞎的时候，你眼里的垃圾可是我用来杀你的根基。道祖，你用我献祭天道，今天我就用这3000伪神献祭我的天赋。逆道献祭大阵！只要将聚集灵气的龟甲碎片刺入眉心，阵法即成。我成功了！天赋变化错误，检测到问题 bug， 系统修正中，修正失败，天赋重构，恭喜宿主觉醒竞技级天赋天道 bug。能力可刊物、修改、删除、重写一切天道法则相关的构成。天道 bug， 道祖，你听到了吗？现在我成了你最恐惧的存在。比试开始。哼，这一局林凡胜不去。下一个，那是苏明，他不是灵根残缺吗？他上去干什么？疯了吧？苏明，你这废物也敢上来，滚下去，别脏了我的眼！林凡，休得无礼！比试开始。对付你，一招庚金剑指。庚金剑指灵力结构过于简单，能量在指尖汇聚时有 0.3 秒的凝滞，稳定性不足。我靠，他是怎么躲过去了？躲得倒快，看你这次怎么躲！水晶之剑，灵力长剑，能量由剑柄向尖尖传导，
只要破坏其传导路径，林凡，受死吧！断。有什么可能？你这废物，竟敢3番2次的羞辱我！我要你死！护法金神，剑！护法金神，第17道庚金法则与第36道锐化法则存在冲突，一个致命的 bug。你的神有 bug， 我帮你修正了，不用谢。金神，给我上！公正。什么？啊？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我的金神怎么会？苏明，你用的是何种妖法？回禀长老，弟子用的并非妖法。那为何林凡的护法金神会自行溃散？终于来了，决定我未来地位的第一步。弟子并未击溃金神，弟子只是指出了他的一个错误，一个微不足道的 bug。错误？功法不是神，是人写的，是人写的就有 bug。林师兄的护法金神看似强大，实则根基不稳，法则冲突。弟子只是轻轻一推，他便自行崩溃了。此战苏明胜。按照宗门大比规定，胜者可入聚灵峰洞府修行1月。获胜的人怎么会是他？聚灵峰？我没听错吧？长老居然把聚灵峰赏给了他？凭什么？他一个灵根残缺的废物！我在宗门苦熬5年，为了一次进入聚灵峰的机会，几乎拼了半条命。他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他一招废了林凡师兄。这个人，我们以前可能都看走眼了。对，就是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们以前是不是得罪他太狠了？嘘，快点走，别被他看到。苏明，这里就是你的洞府。聚灵峰乃我宗灵脉核心所在，灵气是外门的10倍不止。我知道你身上有大秘密，我不问，但你要记住，力量若是不能手持本心，终将为力量所蚀，好自为之。多谢长老。手持本心，我的本心就是复仇。道祖，你那所谓的天道飞升系统会在1年后降临，在此之前，我必须变得更强。引气诀流传1000年，人人都说它中正平和，绝无差错。可笑，在他们眼中，这是最安全的功法，在我眼中，却是为庸人设下的最大壁垒。找到了！所有人都认为引气入体，当顺行周天，以稳固为上，却不知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是为了方便庸人入门而设下的安全锁。真正的捷径是逆行1寸，再顺行1尺，以经脉的逆向震荡，撬动丹田的气旋，形成共鸣，强行将天地灵气扯进来。撑住，风险越高，回报才越大。道祖，等着我！警告：检测到速度正在进行高风险修炼，检测到灵气吸收效率提升1000%，演气境第2层突破，演气境第3层突破，演气境第4层。这是有人在鲸吞整座神峰的灵气，是他！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不好！他强行吸纳灵气，超出了经脉承受的极限，这是要引爆整座灵脉。疯子，简直是个疯子！完了，来不及了！就算是现在七凶神的人肉，也要被撕成碎片。是啊，苏明，你最好给老夫一个解释。
弟子参见长老。弟子方才修炼一时不慎引动灵气暴走，惊扰了长老，还请长老恕罪。哼，恕罪？你可知你刚才差点毁了整座巨灵峰？引动灵气暴走？哼，好一个一时不慎！老夫从未见过有人能在灵气暴走中安然无恙，还连破3境。哼，说，你究竟用了何种秘法？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我青云宗的弟子？天道 bug 之事绝不能暴露，必须给他一个他能理解但又无法完全看透的解释。回禀长老，弟子所用确非本门功法，乃是弟子无意中得到的一部上古残篇，名为逆脉吞灵诀。此法行功路线与常法截然相反，凶险万分。弟子也是九死一生，方才侥幸成功。上古残篇，逆脉吞灵诀。怎么了，长老？这名字是我瞎编的，但原理没错。越是听起来霸道凶险，越是符合上古功法的特征。此经脉坚韧，气海稳固，绝非邪魔外道。莫非他当真是得了什么上古奇遇？此等天才，若因一时猜忌而毁掉，岂非我宗门巨大损失？也罢，此事下不为例。你虽有机缘，但道途修行根基为重，如此冒进终非正道。这是凝神丹，可稳固你暴涨修为。这1个月，你就在此好生修炼，不得再引动灵脉。此非池中之物。传我法令，将巨灵峰方圆10里列为禁区，任何人不得靠近。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家伙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筑基3层，根基已稳，这老家伙倒也算厚道。这凝神丹品质不差，正好用来冲击下一层境界。引气诀的逆行之法，风险虽高，但收益也大得惊人。我的经脉在破碎与重组之间，韧性已远超常人。寻常弟子需要数月苦功才能突破的壁垒，对我而言，筑基第4层突破还是太慢了。巨灵峰的灵气虽好，但终究有限。想要在1年之内拥有对抗道祖的资本，我需要更庞大的能量，更逆天的机缘。而这宗门之内最大的机缘，便是镇魔塔。前世宗门为了镇压一回即将突破封印的上古魔物，几乎耗尽了所有力域。世人只知镇魔塔凶险万分，却不知那上古魔物的本源魔气，对于我来说，是这世间最顶级的补品。算算时间，那头魔物也该开始第1次冲击封印了。长老不让我引动灵脉，可没说不让我去降妖除魔呀。快看，是苏明，那个一招击败林凡师兄的狠人。他来这里做什么？他不是应该在巨灵峰闭关吗？听说他前几天在巨灵峰引动了灵气暴走，差点把山给炸了，被长老狠狠训斥了一顿。任务领取成功。镇魔塔的任务？疯了吧！上个月有3位内门师兄接了这个任务，结果只有1个重伤逃了回来，另外2个连尸骨都找不到。听说里面的魔血有误人灵根，侵蚀神智，进去就是九死一生。苏明，你可想清楚了？此任务生死自负。弟子想清楚了。镇魔塔，终于又见到你了。前世我只是在外围修补被魔气侵蚀的阵法，这世我要的是你核心的本源魔气。你这废物，果然来送死了！苏明，你毁了我的道途！今天我要你在这镇魔塔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凭你们？苏明，你别得意！你以为这里还是宗门擂台吗？在这里杀了你，谁都不会知道。更何况，这是林师兄家族为重金求来的四方死灵阵，一旦布下，
能暂时禁锢此地灵气。无名，没了灵气，你还能像上次一样故弄玄虚吗？没了灵气，你就是个灵根残缺的废物。石像，把你从长老那里得来的凝神丹，还有你在聚灵峰洞府玉牌都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锁灵阵真是天助我也！他们以为锁住灵气就能废掉，却不知道这反而被我创造了最完美的受力场。因为我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灵气，而是魔气。你们是一起来送死吗？傅真，给我杀了他！我要把他剁成肉酱！大家别慌，这阵法对我们也有影响。袁主角，那就是个普通人，给我上啊！来得好！魔气暴走了，快跑啊！怎么会这样？封印提前破了。就是这个味道，多么纯粹，多么强大的能量！道祖，你视为剧毒的魔气，对我而言却是无上的美味佳肴。他在吞噬魔气。检测到宿主正在吸收高纯度本源魔气，主接近5层突破，主接近6层突破。完了，我们完了！我们居然想杀一个能生吞魔气的怪物！魔头，他是个魔头，他根本不是人。怪物，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什么灵根残缺，什么外门废物，都是假的！多谢各位师兄为我布下这四方锁灵阵。若不是这个阵法隔绝了天地灵气，只留下了最纯粹的魔气，我还无法吸收得如此顺畅。作为答谢，我决定送你们一场大造化。苏明，你别过来！我爹是内门执事，你敢动我，他绝对不会放过你！放心，我不杀你们，毕竟在宗门内残害同门是触犯门规的大罪。我只是帮你们也体验一下这魔气灌体的美妙滋味。我的天道 bug 不仅能刊物法则，更能重写。这魔气在你们体内是剧毒，但在我重写之后，它就是引爆你们体内灵力的催化剂。疯子，他是个疯子！快撤掉阵法！林师兄，到你了。不要！苏明，苏师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仅仅是外泄的灵气，就让我的修为从筑基4层暴涨到了筑基7层。塔内封印的那头上古魔物，它的本源魔气又该是何等的美味！苏明，这又是怎么回事？回禀长老，弟子前来探查，不料刚一靠近，镇魔塔封印便突然松动，魔气暴走。林凡、王武等几位师兄为了保护弟子，不幸死无对证。这口黑锅他们背定了。筑基7层，但根基却异常稳固，并无被魔气侵蚀的迹象。能在魔气暴走中存活，还修为大进，难道真是上古功法的奇效？此子气运惊人呐！他们
是自爆而亡。众师兄为了阻止魔气扩散，不惜引爆丹田，以自身灵力对冲魔气，这才为弟子创造了一线生机。弟子有负众望。也罢，他们为宗门牺牲，宗门会后续其家人。苏明，你此番探查可有发现？弟子发现塔内魔气比宗门记载的更为狂暴，似乎塔内封印的核心出了一些问题。弟子斗胆想入塔一探究竟，为宗门分忧。胡闹！塔内凶险万分，连老夫都不敢轻易深入。你区筑基7层，进去就是送死。长老，弟子所修功法对魔气有天生的克制，别人进不去的地方，弟子或许能进。而且弟子能感觉到塔内有东西在呼唤我。好，老夫就信你一次，这是清心玉佩，能护你神智。这3枚死雷子是老夫的保命之物，危急时刻可为你争取一线生机。祖明，记住，一旦事不可为，立刻退出来，你的命比这整座塔都重要。弟子谨遵长老教诲。筑基境8层突破，筑基境9层突破，筑基境巅峰达成。这是谁？好恐怖的剑意，好精纯的寒冰法则，一剑斩断了那魔物的本源魔气。他的修为至少也是元婴期，宗门之内什么时候隐藏了这等人物？不可能，这双眼睛怎么会是他？他不是早就应该在300年前的神罚之日就和那些旧神一起陨落了吗？你是神？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光明女神的味道？圣女是圣女凌霜。300年前，她因质疑神域，被光明女神亲自判处圣火净化，神魂俱灭。她怎么会在这里？光明女神，好熟悉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身上的味道和这座塔深处的那个东西很像，但又不一样。你是女神心的净化者吗？净化者又是工具的代名词。污秽之源要苏醒了，我镇压了它300年，力量快要耗尽了。你必须离开，如果他挣脱封印，这方圆千里都将化为魔域。离开？不，我来就是为了他。你一个筑基境，连他外泄的魔气都无法承受，只会成为他的原料。他说的没错，以我现在的实力，正面抗衡就是送死。但是这污秽之源，前世宗门典籍记载，可曾是女神座下的镇狱神兽，因吞噬了堕落神器的残魂而被魔气污染，最终被封印于此。对了，神性与魔性共存，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bug。我确实杀不了他，但是我能找到杀死他的方法。凭什么？前世的我就是靠刊物这些阵法符文为生。这个阵子符文第3话与第4话之间的灵力流转有 0.02 秒的延迟，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错误，让魔气的侵蚀速度加快了3成。这个错误连我镇守300年都未曾察觉，他究竟是谁？我需要你为我创造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我近距离勘悟它本源核心的机会。好。已经被魔气彻底污染了，不能生灵。生灵血肉，孽畜，还敢自信！
李双清。不行，他的再生速度太快了，这样下去，我的灵力迟早会被耗尽。纯粹的攻击无法飞了。它的核心是神魔两种对立法则的扭曲共生体，除非能打破那个平衡点。开始解析污秽之源，构成分析：73%等元魔气，27%残存神性。法则抽丝指腹中，发现137处致命 bug。太多了，埋着你在核心最致命的那一个，神性、魔性相互排斥，却又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扭曲的平衡。有了，就是这里，两种极端对立的法则被强行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它最脆弱的起点。凌霜，他的左心房3寸之下，那里是他的法则冲突点，攻击那里。凌霜，他的左心房3寸之下，那里是他的法则冲突点，攻击那里。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出来的，但现在只能信他一次。以我之血为祭，以我之魂为饮。寒天，冰莲葬。就是现在，天道 bug。全力运转，法则冲突，修正。道祖，我来了。好恐怖的力量，这就是神魔本源的碰撞吗？你究竟是谁？神魔之心，前世我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中见过记载，它不属于天道，也不属于神域，它是法则之外的起点。发现特殊能量核心神魔之心，效果可自由转化，掌控神性与魔性两种本源力量。警告：此物为天道法则之外的产物，存在未知风险。风险？我苏明这一世走的本就是一条逆天之路，风险越大，收益才越高。金丹境1层突破，金丹境2层突破。不对，这股力量太庞大了，以我现在的肉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就像一个孩童忽悠我这万斤巨锤。你所用的不是一脉吞灵诀，那是刊物法则的力量，那是天道维护者才拥有的权柄。他竟然知道天道维护者，他的记忆恢复了多少？苏明，你还活着吧？快出来！塔内的魔气消失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带着神魔之心，走得越远越好。为什么呀？因为这座塔从来都不是为了镇压污秽之源，它真正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坐标。现在里面的东西死了，新的坐标也诞生了，他们很快就会循着神魔之心的气息降临。他们是谁啊？我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自称为清道夫，负责清理所有被女神遗弃的垃圾。那
那是什么？天上出现了一道裂缝！他们是谁？竟然能撕裂这方世界的天幕？走！神使，是传说中的神使降临了。神使？不，他们不是神，他们是光明女神座下负责清理旧时代遗物的清道夫。前世正是他们在神罚之日，将凌霜连同所有质疑神域的旧神一同抹杀。污秽的能源核心，旧时代的残渣，奉女神之谕，予以回收。退下。残存的旧神，居然还有一个，也好，一并进化。神说要光了。哎，神兵臂！不行，实力差距太大了，凌霜现在的状态根本挡不住，必须想办法。天道 bug， 刊物。警告：正在解析高位阶神术圣光裁决，法则等级过高，解析失败。警告：检测到法则本性。竟然连解析都做不到，这就是神的力量吗？顽固的旧神，你的时代早已结束。家，你的动作太慢了，一个残魂而已，需要这么久吗？快点结束吧，这方世界的空气污浊不堪。他们的力量源于天空的那道裂缝，只要能暂时切断他们与光明神国的连接，就有机会。做不到，那裂缝是神器以大法力撕开的世界通道。你做不到，我来。天道 bug， 我无法解析神术，但空间法则却是这方世界的基础法则。只要是法则，就有 bug。找到了。为了维持通道稳定，女神的力量在通道的2个节点上设置了锚点，但其中一个锚点为了规避这方世界的天道排斥，存在一个微秒级的能量波动。修正！啊！不好，与神国的连接中断了。怎么可能？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干扰到女神设下的空间锚点？他不是凡人，他身上的气息是变数，先杀了他。你的对手是我。不，他们的对手是我。终于把你们从神拉回了人的层面，虽然还是元婴期，但至少现在的你们是可以被刊物的存在了。看好了，这才是 bug 的真正用法。圣光穿刺，36道光明法则，18道锐化法则，能量传导路径，3处冗余，冗余删除。什么弱实力？亵渎者进化！圣剑裁决，72道法则，结构臃肿，力量分散。这不可能！结束。攻防一体，可惜啊，你的防御漏洞百出，法则链断裂。你的神体也是由法则构成的，既然是法则，就有 bug。而且，你在做什么？还是最好的养料。
这亵渎神的蝼蚁，你竟敢吞噬神力！金丹境3层，突破金丹境4层。魔鬼，他是魔鬼！快，通道就快稳定了，快回去禀报女神！想走？哼，问过我了吗？空间法则，封锁。凡人，你竟敢操控空间法则，这是对女神的挑衅！他们交给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300年前，他们以女神之名行净化之事。今天，你以你自己的名义行审判之权。你这污秽之女，你敢！以我凌霜之名，别这样！判如等冻住了，永坠冰封。不！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砰！我叫凌霜，你到底是谁？前世的他高高在上，是自己连仰望都觉得亵渎的圣女。这一世，他却站在自己面前，对我充满了困惑。我叫苏明，一个被天道遗弃的人，也即将是修正天道的人。你认识我？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去了。回去？回哪里啊？镇魔塔已经毁了。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的使命就是镇守在这里。现在我的使命结束了。他被封印300年，神魂受损，记忆残缺，对外界一无所知。也好，你的使命没有结束，那些所谓的神使还会再来。光明女神不会善罢甘休，9天道祖依旧在俯瞰众生。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而你，凌霜，你的新使命就是与我一起将那些高高在上的伪神拉下神座。好。苏明，神使死了，被一个筑基境和一个被宗门遗忘的守塔人杀了。你们长老，镇魔塔的魔物已经彻底净化，这位凌霜前辈是宗门隐藏的守护者，此番也已功成身退，弟子幸不辱命。好一个幸不辱命！青云宗，不是整个修仙界，恐怕要变天了。苏明，快走！必须立刻离开。是因为神使？神使已死，但神器的怒火，我青云宗承受不起。宗主很快就会得到消息，他不会保你，他只会将你2人绑了，献给光明女神，以求平息神怒。果然，对于这些上位者，宗门的存续远比一个弟子的性命重要。老夫赌的是青云宗的未来，宗门需要的是能打破规则的天才，而不是屈服于神威的奴仆。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有打开护身大阵，为你们争取一线生机。大阵一旦关闭，就算是宗主也要半个时辰才能重新开启。快，林家的人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追杀你们。长老，今日之情，苏明记下了。他日我若归来，
必还宗门一份天大的因果。我们走。去哪里？去一个连神明都找不到的地方。天道追捕令，神域净化令，道祖和女神同时出手了。他们封锁了整个地狱的空间法则，必须尽快找到法则盲区，归墟谷地。苏明，林凡师兄的父亲林执事有令，你残害同门罪大恶极，命我等前来将你擒下，交由戒律堂发落。若敢反抗，格杀无论。苏明师弟，跟我们回去吧。林执事正在气头上，你若反抗，我们也保不住。哼，回戒律堂？恐怕还没到戒律堂，我的项上人头就已经被林执事清理门户了吧？站住！执事令在此，我等不得不从。众师弟，结阵！苏师弟，不要逼我，束手就擒，我还能在执事面前为你求情。哼，求情？李师兄，你我心知肚明，今日若我跟你们回去，绝无生路。你到底是奉公法，还是徇私情？大师兄，还等什么？此寮顽抗，罪加一等。拿下他，林执事必有重赏。看来师兄已经做出选择了。也罢，7星锁龙阵以7个阵脚的灵力流出，其他人出慢了0.1秒，这就是 bug。 怎么可能？他怎么能躲开？晚了，你的每一次变阵都在预料之中。究竟是谁？念在同门一场，今日我不杀你们。李师兄，回去告诉林执事，他儿子的道途是他自己心胸狭隘，咎由自取。若他再敢派人来送死，下一次我不会在手下留情。这里是什么地方？天道和神域的法则都变得非常稀薄。我们正身处归墟谷地，终于到了。这里是法则的坟场，是神明都懒得看一眼的废土，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这里的气息让我的神魂很舒服。混沌之气是万物之始，能中和一切法则冲突，对他这种神魔同体的人来说是最好的疗伤圣地，而对我则是压制这颗心脏内斗的唯一机会。我要闭关几日，彻底掌控这东西的力量，你为我护法。你体内的力量比我更混乱，强行融合，你会死的。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放心，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屠神者进化。哼，在我体内还敢放肆！你们不过是失去了主人的2条野狗。我的力量都源于法则，而我是修正法则的人。嘿，8个刊物
神性过于纯粹，导致排他性更强。行政是指包容属性，放开看来，魔性赋予混乱，导致无序性多强。行政注入秩序属性。原来如此，这才是神魔之力的真正形态。道祖追求纯粹的秩序，女神追求纯粹的光明，他们都错了。真正的强大是掌控混乱与秩序的平衡。神魔之心掌控度100%，宿主已获得天赋神魔同体，金丹境5层突破。你成功了，一劳永逸。你呢？感觉怎么样？神魂稳固了，多谢。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问你想起什么了吗？一些片段很乱，我只记得无尽的光明和自古的背叛。记忆还未完全恢复也好，有些事现在让他想起来太过残忍。没关系，想不起来就创造新的。既然旧的功法无法保护我们，那我们就创造一部能将神明都踩在脚下的新功法。哈哈哈哈！是龙海出世，天大的机缘呐！是这里的拾荒者，一群被放逐的穷凶极恶之徒。不，他们不是来抢龙骸的，他们是来为我的万物原点献上第一批祭品的。哟，哪里来的2个小娃娃？还有一个这么水灵的妞，这身段，这气质，哈哈哈哈哈！小哥，看你们面生得很，是刚来归墟谷地吧？这里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龙骸已经被我们黑沙会包了。黑沙会，前世归墟谷地最大的拾荒者组织，心狠手辣，臭名昭著。小子，没听到我们会长说话吗？好死！我的手！啊！我再说一遍，这具龙骸以及你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我全都要了。好大的口气！一个金丹境的小鬼，也敢在我们黑沙会面前放肆！姐妹们，给我撕了他！别伤了那小美人就行。杀了他！他身上的法宝肯定不少，一起上！找死！不用，一群乌合之众而已。看好了，这才是力量的正确用法。万物原点，以天地为烘炉，以万法为柴薪。龙骸，你虽已死万年，但龙威犹存。现在把你最后的一丝尊严借给我。
这些人常年在归墟谷地烧杀抢掠，身上的法则博走有道，正好用来做我万物原点的第一批养料。你这种功法很危险。危险的不是功法，是人心。现在开始正餐。万物原点第一卷总纲：含悟万法，去无存精，灵上归一，自成一点。刊物火系法则72处错误，修正风系法则109处错误，修刊物龙族法则314处残缺5圈。他太疯狂了，如此庞大的法则环卫，稍有不慎，神魂就会被彻底撕碎。金丹期巅峰。啊，这里我好像来过。没错，这里就是300年前旧神时代冰霜女神的神殿，也是你曾经的家。走，我们进去。这是光明女神设下的封印，阻止任何人进入探寻旧神的秘密，强行破除会惊动女神。不过这封印是女神300年前布下的，使用的是旧版的神术协议，而我掌握着最新的法则代码，权限覆盖。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能改写女神的神术。这里有点不对劲，我们快点走。啊，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我想起来了，女神的恩赐不是给予，是汲取。她在吸收所有信徒的生命力。你怎么了？异端，灵霜，你竟敢违逆神之意志！快走！别怕，他的力量也源于此地，只要拿走核心，他不过是个空壳。找到了旧神时代的信仰核心，寒破冰心。这是生火炼狱，是女神最强的净化神术。在神之光辉下，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哼，女神，你的光辉不过是窃取来的燃料而已。苏明，不要！神魔之心，魔性全开！就是现在，融合它，那是属于你的力量。他居然成功了！快融合它！冰霜女神的力量，我的神能回来了。他的气息居然直接暴涨到了元婴期巅峰。我全都想起来了。
感觉好些了吗？我杀了他，用他的核心修复了我的神魂。那是他欠你的。你和我不一样，你憎恨道祖，充满了复仇的动力，而我曾是他最虔诚的信徒，我的信仰，我的过去，我的一切都被我自己亲手打破了。那就创造新的。既然旧的法则让你痛苦，旧的神明让你绝望，那就亲手铸造一柄能将这一切都斩断的武器，用它来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规则。复仇或许并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值得相信的东西吗？普通的材料如何能铸造出斩断神明法则的神兵呢？我要的是法则本身。天道 bug 启动，目标出无主法则。他疯了吗？直接捕捉法则，稍有不慎就会被法则同化，神魂俱灭。这比当初我质疑神域还要疯狂100倍。给我进来！成功了！它不是简单的兵器，它是一个新的法则，由我亲手书写。从今日起，你便名为斩道。你成功了，你还好吗？当然，前所未有的好。不好，是天道和神域的联合抹杀。这件兵器有它能斩断法则的特性，被两套系统是判定为最高级别的威胁。你走。我的第一世为虚伪的信仰而死，这一世能为亲眼见证的奇迹而陨落，也值了。不！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我绝不让你再死一次！法则一则斩之。他刚才做了什么？那不是击溃，那是切割。他把天罚和神雷的法则切断了。他有自己的意志，我到底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苏明，没事儿，死不了。神魂透支的有点狠，明明我们才相识不久，刚才可竟然想为我赴死。您刚才也一样。哼，我可不能让你这么珍贵的战力白白损失掉。这归墟谷地不能再待了，斩道的出使动静太大，已经彻底暴露了我们的位置。天道和神域的下一步追杀随时可能降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去哪里？天道与神域的追捕无处不在。去一个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地方，一个连他们自己都视为禁忌的错误之地。这是上古时期通往魔域废土的单向传送阵，神魔大战后就被双方共同废弃了。魔域废土
那里是魔族的大本营，充满了最污秽的魔气。你进去，神性会被压制到极点，你我都会变得无比虚弱。常人进去必死无疑，但对我们来说，那里却是最好的庇护所。相信我。阵法核心被道祖的法则锁死吗？让我看看。有了，锁死阵法的法则链与构成阵法本身的传送法则，存在的能量冲突点。固定。走。气息在这里消失了。是通往魔域废土的传送阵。他们疯了吗？这里的魔气好霸道，侵蚀性极强。霸道？不是纯粹。果然没错，在这里我的修炼速度将比在巨灵峰快100倍，我的气海快速的恢复了。你怎么样？无妨，只是神性本源与此地气息排斥。握着它。这柄剑既然能调和神性与魔性，就好像它本身就是凌驾于神魔之上的存在。斩道由法则构成，本质上是中立的，正好可以作为你和这个世界的转换器。根据旧神手记记载，创世原点应该就在这座魔城的最深处。啊？小心，这些是被魔气污染了灵魂的生物。畜生，血肉，新鲜的灵魂，法则。苏明哥哥，你小心啊！斩断！好恐怖的实力！蝎子，就这么一分为二了，不堪一击。这斩道好恐怖！苏明，快跑！这才是人物的真正威力。无视防御，无视等级，直接从根本上抹除。斩道的威力居然这么强！来得好！小心，里面有一股很强大的气息，比之前的污秽之源还要纯粹，还要古老。是了，就是这样。创世原点的暗面，深渊之心。多少年了，终于有活的祭品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一个神魔同体的怪胎，一个旧神的残魂，好极了！吞了你们，本尊就能打破这该死的封印，重返世界。这是化神器的力量，快退！
会，为什么要？化神期又如何？只要你还是由法则构成，在我的斩道面前就没有区别。今天就让我看看，神到底能不能被斩杀。蝼蚁撼树。万物原点，天道 bug， 斩道。我的一切都赌在这一件事，我斩！不自量力。什么？你斩断了本尊的法则？那是什么兵器？不可能！世界不可能有直接斩断法则的武器。世间本没有，但现在有了。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以金丹之境，正面斩断了化神期大能的法则。这个男人，他到底……既然如此，本尊就以本源魔域将你二人彻底碾碎。是领域，在这里，它就是法则，我们无法从内部攻破。不，这里才是最完美的看物场。帮我挡住片刻，看好了，什么叫釜底抽薪？小心！凝神静气。他的呼吸越来越平稳了，每一次刊物都像是一场豪赌，赌上自己的神魂。你用的救神的小姑娘，你能坚持多久？在这魔域之中，本尊的力量无穷无尽，你们就在绝望中慢慢的被消磨殆尽吧。找到了。这领域看似完美，但它的能量核心并非魔神残魂本身，而是那颗深渊之心。残魂只是一个处理器，晶核才是电源。只要切断电源，哦，你怎么可能触碰到本源？你的管理员权限已被吊销。我的力量！斩刀，你的时代结束了。元婴中期，力量比金丹时强大了100倍不止。更重要的是，神魔之心与我的神魂彻底融合，万物原点也已初具雏形。感觉怎么样？神魂已经完全恢复，多谢。我们是盟友，不是吗？归墟和魔域虽好，但终究是无根之水，我需要更多的养料，更多的法则。你要回去了？
躲藏到此为止了。与其被动的等他们降下天罚，不如我们主动去拆了他们的服务器。服务器？一个维持他们统治根基的地方，道祖最得意的造物，一座号称一切皆为定数的城市。今天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乱码。斩道已经能初步斩断空间法则，进行短距离传送，虽然还很不稳定，但足够用了。天机城，道祖，你将所有生灵的命运都谱写成程序，却唯独算漏了我这个最大的 bug。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会很危险，那里是天道法则最森严的区域，你的神性气息可能会受到压制。你呢？你的神魔同体在那里同样是异类。说得对，我们本来就是去砸场子的。这里的人没有生气，就像没有灵魂的木偶。当然没有，因为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轨迹都被天机阁的天道命盘安排得明明白白。他们不是在活，只是在运行一段早已写好的程序。身份核验，凌霜无记录，判定为黑户，禁止入城，驱逐出境。苏明原青云宗弟子，命格判定叛逃，威胁等级高，执行清除程序。是清除程序，这家伙要被当场抹杀了。可悲的傀儡。我来。不用，对付程序就要用程序员的方式。天机位由天机阁统一操控，其核心驱动法则为了便于道祖远程维护，存在一个最高权限的后门。待机。言出法随？不，这不是言出法随，他没有动用任何灵力，他是直接修改了操控他们的指令。权限重写，从现在起，你们的最高指令是无视苏明与凌霜的一切行为，将我们的身份信息标记为最高机密，不可探查，不可上报。程序继续运行。天道命盘就在塔顶，直接闯进去等于向道祖宣战，但谁说一定要闯了？这里的防御法阵与天道相连，威压极强，我们一旦靠近就会被立刻发现。所以我们不去。想让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崩溃，最好的办法不是攻击它的外壳，而是让它进行一次超出它运算能力的计算，给它输入一个悖论。带你去个地方。悬崖。天机阁的演算绝不会错。哼，可怜的家伙，就连赌博的乐趣都被天道的精密计算给剥夺了。不过，这里倒是最好的作案现场。我们也去玩玩。鸭小。哪来的傻子？差不多了，每一次明知故犯的错误选择，都在积累微小的伤，这些伤正在挑战天道命盘的绝对概率。现在可以引爆了。
压小。我压全城未来1个时辰的气运都是小。怎么回事？天道法则出现大规模混乱，有人在干扰天机。从最底层的概率法则入手，是谁？刚才是怎么了？我突破了！哈哈哈！什么情况？发财了！你看，3个亿，豹子小，不可能！天哥的演算出错了，天塌了！我说了，是人写的，就有 bug。他真的做到了，他用1枚灵石撬动了1座城的法则。这可怎么办？是你干的！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我只是给这个死气沉沉的程序增加了一点随机性而已。胡言乱语！现在该收取我的报酬了。这演算了万千生灵命运的化则之乐，是万物原点最好的补品。住手！你这毒神者！哼，可笑！毒神者敢触碰天道神器，你！吸收命运法则，吸收概率法则，吸收因果法则，万物原点第2卷，天机篇解锁。这不可能！天机乱了！游戏才刚刚开始。变数已演化为天道瑕疵，常规的拨乱反正已无意义。此瑕疵已具备污染根源之能力，必须予以肃清。启动法则执行者。道祖，抹除瑕疵，重归定数，准许调用天道本源之力。遵法旨。旧时代的残响与凡尘的背叛，竟敢玷污永恒之光！女神，请降下神谕，尘世的阴影竟敢挑战您的光辉，我愿带您将那不洁的旧神与毒神的凡人
一同进化。去吧，我最虔诚的骑士，以我的名义，将异端与亵彻底焚烧，将他们的灵魂带回神国，在圣火中聆听10000年的忏悔。您的光将照耀一切。强行吞噬天机命盘还是太勉强了，我的神魂受到了因果法则的反噬。你没事吧？死不了，只是吃的有点撑了。你在天机城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激怒了道祖，你动摇的是他统治的根基秩序。那不是秩序，是囚笼。我只是把笼子的门打开了而已啊。道祖和女神恐怕已经派出了真正的王牌，暴风雨要来了。再往前100里有一处地磁绝地，那里的法则因为地脉的影响而异常混乱，是最好的藏身之所。来不及了，他们来了。天道瑕疵苏明，你的存在已构成对秩序的违逆，依天规予以肃清。旧神的残响，凡尘的悖逆者，在女神的光辉下，你们的阴影无所遁形，跪下忏悔。一个是天道的意志化身，没有情感，只遵循法则；一个是女神的狂热行动，没有理智，只执行神谕。哼，道祖和女神还真看得起我。那个沐浴在光里的，交给你。他对你这旧神的恨意比我更深。这个没有心跳的，我来对付。好。法则，囚禁。进化。好精准的法则之力，几乎找不到任何 bug。天道即是万法之源，任何对法则的修正，都将被更高的法则覆盖。你的挣扎毫无意义。堕落的旧神啊，为何不理解女神的仁慈？唯有绝对的光明，才是世界的真理。一切阴影，皆为虚妄。窃取信徒生命的伪神，也配谈光辉？你的真理，不过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空中楼阁。在神国之外，你的力量终有耗尽的一天，而我的信仰与亿万信徒相连，无穷无尽。你拿什么与世界为敌？哈哈哈哈哈！不行，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耗死在这里。道义的法则几乎没有漏洞，加百列的力量则源于狂热的信仰。硬碰硬是死路一条，必须改变战术。既然无法刊物程序本身，那就刊物运行这个程序的人。凌霜，帮我拖住他们10系，就10系。凌霜，帮我拖住他们10系，就10系。冰神降临。
救人的神格虚影，你这一段竟然还保留着！给我进化！警告：检测到高强度法则干扰，肃清优先度提升。万物原点天机篇，全力运转，目标锁定加百列。法则分析，信仰之力，因果推演。找到了！他之所以如此狂热，是因为他的家乡曾在一场魔物入侵中被一位路过的圣女所救。但是，如果那场魔物入侵本身就是一个 bug 呢？因果修正。不可能！这是幻觉，这是魔鬼的地狱！女神，怎么会？我的信仰是假的！强行修正一个元婴期修士的因果，对我消耗也太大了，必须要走了。空间法则，斩断！你还好吗？没事儿，只是没想到直接篡改一个人的核心记忆，反噬会这么大。你看到了我的过去吗？我不会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探查你任何事的，凌霜。我们是盟友。加百列的信仰虽然崩溃了，但女神随时可以派出第二个、第三个黄信徒。而道一，他虽然产生了困惑，但法则执行者核心程序不会变。下一次见面，他只会更难对付。必须赶在他们之前进行下一步计划。圣光之城，是时候去拜访一下女神的羊圈了。道主，天道瑕疵苏明具备修改因果法则之能力，其行为逻辑已超出天道可演算范围，请更正天规。焰术已经进化到可以污染根源的程度，常规的肃清和无益，必须从根源上限我的权柄。还无法旨，天道更新颁布第1号法令。圣光之城，我就是在这里被执行的进化。别怕，今天我们是来讨债的。根据我前世的记忆，圣光之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神恩大典，城主主教会利用仪式偷取信徒的生命力和灵根，献祭给光明女神。今天正好就是神恩大典的日子，沐浴在女神的光辉下吧，献出你们的一切，你们的虔诚，你们的灵魂，女神将赐予你们永恒的荣光。骗子！你是谁？现在揭穿他没用，这些被洗脑的人不会信我们。你忘了我们的计划吗？要打破谎言，最好的办法不是驳斥他，而是让他自己露出马脚。神恩仪式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能量集聚法阵，其核心 bug 在于能量转换的节点。怎么回事？这个法阵的法则好像被加固了，我的勘误能力竟然无法轻易侵入。天道更新，自即刻起，修复因果律相关规序之漏，任何试图篡改既定事实之行为，都将遭到天道法则之100倍反噬。第1号天道法令。天道显灵了，道祖庇佑！哈哈哈哈！连天道都在赞美我主的伟大，
信徒们看到了吗？这便是虔诚的回报。天道法令，道祖，你终于出手了吗？他这是针对我的能力，从整个世界的底层规则上对我进行了封堵。现在我再想篡改因果，或者修正一些被天道加固过的法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苏明，计划有变，我被限制了，硬来不行，必须换个思路。我不能直接修正法阵，但是我可以欺骗他。来吧，女神的荣光即将降临。伟大的光明女神啊，请您睁开双眼，看看您最虔诚的信徒吧。这位老者一生信奉您，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您。如今他即将回归您的神国，我恳求您降下神迹，展现您的仁慈，将他被魔鬼玷污的灵根重新净化吧。愚昧的凡人，女神的恩赐岂是你能揣测的？灵根被毁乃是定数，神也无法逆转。不，我相信女神是万能的，她一定能。除非你根本代表不了女神。天道 bug， 我不修正法阵，我只修正这个人。我将他生命力流失这个状态定义为 bug， 然后逆转他。天道法律。是的。神迹，神迹呀！为什么我们奉献了生命力，神是越来越虚弱，而他得到了真正的神迹啊！妖术，你真是妖术！你这一段真敢！女神的荣光应该普照每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不是成为某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骗子！你这个骗子！你一直在窃取我们的生命力！他不是真实，他是魔鬼！打倒他，烧死他！向女神祈祷，净化这个窃取神恩的魔鬼！不，你们这群愚民！你疯了！我只是把选择权还给了他们而已。不好，快走！可恶，这就是天道补丁的反噬吗？道祖，你为了修复我这个 bug， 竟然不惜给整个世界打上了枷锁。你的神魂正在被天道同化，再这样下去，你会彻底消失，成为天道法则的一部分。我不会输给一个死板的程序。不行，道祖的补丁就是针对我的刊物和吞噬能力，我每使用一次能力都会被定义为违规操作，从而触发更强的反噬，这是个死循环。天道瑕疵，你的违规行为已被天规记录在案，反噬之力将随着你的每一次反抗呈几何倍数增长，你的消亡已是定数。想动它，先过我这一关。旧时代的残响，你的存在同样是秩序之外的艺术。本次肃清任务将你一并抹除。天道审判。这一次，让我来保护你。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还没到需要女人保护的地步。道祖啊道祖，
你以为打上补丁就能限制我吗？你错了。你越是想用规则来束缚我，我只会变得比规则本身更加不讲道理。苏明，你疯了！警告：目标体内检测到未知法则。来吧，既然我的神魂无法承受反噬，那就用这神魔之躯来承载一切。神魔之心，给我吞了它！好痛苦，神魂快要被撕裂了。天道法则，神性、魔性三股力量在我体内疯狂冲撞，撑住，必须撑住！天道不容易，此瑕疵正在吞噬天道，逻辑错误，需要更高阶的肃清指令。警告：宿主神魔法失控，能量等级正在突破临界点，化神境1层突破化神境2层。道祖的矛，不错的玩具，现在还给你。法则正在被污染，系统正在崩溃。你到底是什么？你不是想知道我是什么吗？哼，我就是能让你们这些程序彻底宕机的终极病毒。现在，把你的一切都献给万物原点吧，让他把我的数据带回去。道祖，好好看看吧，看看你亲手创造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神魔之躯果然是一把双刃剑，力量虽然强大，但每一次动用都在消磨我的人性。刚才我差点就失控了。你还是你吗？当然了，只要还有需要保护的人，我就不会变成怪物。道祖的法则执行者暂时解决了，但女神的圣殿骑士恐怕已经等不及了。加百列的信仰虽然崩溃了，但女神随时可以册封一位新的。册封新一任圣母，赐予她太阳真火的神格。去吧，我的女儿，用你的光去净化那背叛光明的寒冰。伟大的女神，您最卑微的仆人丽娜，在此聆听您的神谕。我的孩子，尘世间出现了一个背叛光明的寒冰异端，他玷污了圣女的名号，动摇了信徒的信仰。我需要一道新的光，去将它彻底净化。为了您的光辉，丽娜愿焚烧一切。很好，我便赐予你足以融化一切寒冰的神格。太阳真火，去！我新的圣母带着我的骑士团找到他们，将那个寒冰异端化为灰烬，将那个天道瑕疵带回神国，接受永恒的审判。遵命，我的母亲。化神中期的修为还不够稳定，神魔之躯的反噬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每一次全力出手，都在考验我的人性底线。幸好身边还有他，他就像一面冰镜，能时刻照见我，让我不至于在力量中迷失。
他来了。谁？我的替代品，一股与我完全相反的至阳至刚的神力。背叛光明的姐姐，女神让我来给予你最后的仁慈。女神的仁慈是像300年前那样将我投入圣火焚烧吗？不，这一次她将亲自见证你那污秽的寒冰是如何在至纯的真火面前彻底消融。太阳真火是女神本源神力的一部分，专门克制一切阴寒属性的法则。凌霜，危险了！这是我的战斗也好，就让我看看女神新的作品究竟比我这个失败品优秀在哪里。以女神之名，神罚大日降临，寒天冰莲葬。不行，你属性完全被克制，硬碰硬，凌霜必败无疑。邪神者，你的对手是我们。结束了，姐姐，在绝对的光明面前，任何阴影都毫无意义。给我滚开！什么？敢动他，死！凌霜，你现在的样子好丑。人性，我的人性。你这怪物，竟敢毁了一个异端，伤害女神赐予我的圣体，你们都要死！圣殿骑士团，结成圣光审判大阵，我要将这片污秽的土地连同他们一起彻底蒸发。这是献尽了所有骑士的力量换来的超越化神的一击，应接必死无疑。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弱？如果我的力量再强一点，他就不用。苏明，这是我在冰封神殿找到的旧神手记，上面记载着世界的终极秘密。活下去，苏明，去找到他。凌霜，回来！哼，飞蛾扑火，姐姐，就让你在女神最极致的光辉中得到永恒的安息吧。你做什么？这一次换我救你！不！以我冰霜救神之名，神格自爆！不！是他注入了最后的神魂之力，连死都还在保护我。凌霜，等我！活下去，苏明，找到他。活下去，没有了你，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不，还有意义。光明女神9天道祖，我若就此沉沦，才是对她最大的辜负。凌霜，等我，我会让他们把欠你的连本带利1000倍万倍的还回来。这是旧神手记被吸进书里了。后来者，当你看到这段神念，说明寒冰已经陨落，而你是他最后的希望。你是谁？我是上一任冰霜女神，也是凌霜的母亲。我们都错了，我们信奉的
从来都不是光明，而是一个窃取了创世原点权限的伪神。创世原点到底是什么？是构成这个世界所有法则的根。道祖与女神不过是两个最早发现并篡改了根的窃贼，他们用篡改过的法则为众生设下了囚笼。源代码库，果然如此。找到它，后来者原点就在一切法则的尽头，也在一切法则的起点，那片被神魔共同遗弃的魔域废土。创世原点，魔域废土，我来了。手机上说，创世原点被一分为二，暗面深渊之心被镇压在魔域，光面天堂圣杯则被女神藏在她的神国，道祖则充当了二者的平衡者与守门人。天机篇，刊物，你的命格是死。吞噬了天机命盘后，我对因果与命运法则的掌控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再通过接触来修正 bug 了。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不是毁灭，而是定义。由我来定义你的生与死。道祖，女神，很快就轮到你们了。上一次我在这里是九死一生，这一次我是主宰。手记上记载，深渊之心虽被我取走，但它与此地的法则链接并未完全断开。这里就是通往原点暗面的最后一扇门。放弃吧，秩序是虚伪的，光明是短暂的，唯有混乱与黑暗才是宇宙的永恒。拥抱我们，你将得到真正的自由。哼，闭嘴！区区法则残响也敢蛊惑我？哼，我追求的不是混乱，不是秩序，而是由我来制定规则的绝对自由。给我开！这就是创世原点暗面深渊之心的真正形态。新的变量，资格确认。欢迎来到根源之地挑战场。你是谁？你可以称我为守门人。我是原点的第一道防火墙。防火墙？果然如此。道祖和女神也只是拥有部分管理员权限而已。无数个纪元以来，你是第三个抵达此地的变量。前两个，一个窃取了秩序，一个窃取了光明。现在轮到你了，告诉我，挑战者，你想要什么？他在问我想要什么。道祖选择了秩序，女神选择了光明。他们都只是从原点中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一部分，并将其定义为唯一正确。如果我也这样做，最终我也只会成为下一个道祖或者女神。苏明。
不，我不要秩序，也不要光明，我不要任何唯一的正确，我什么都不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窃取，而是为了拿回本就属于众生的选择权。选择权，有趣的答案。那么，请证明你有承载这个答案的资格。选择吧，挑战者，选择你的道，选择你的未来，任何一种你都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力量。不，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他们只是道祖、女神或者是魔神早已为我设定好的结局，都是囚笼。我的未来不由你来赐予，我的道由我自己亲手开创。天道 bug 不是用来选择最优解的，而是用来创造可能性的。放弃吧，复仇太累了。秩序不好吗？光明不好吗？只要选择一个，你就能安息了。不对，这不是我想要的。活下去，活下去。苏明，我不是为了复仇而活，也不是为了颠覆而活，我是为了一个不再有献祭、不再有进化的世界而活。我是为了一个他能真正自由欢笑的世界而活。我选择不选择，我选择一个拥有无限选择的世界。有趣的答案，超出了秩序与光明的范畴。所以，考验结束了吗？你证明了你有承载这个答案的心，现在去证明你有承载它的气。它就在你面前，你能从中得到多少，取决于你的道。道祖窃取秩序，女神篡改光明，而我不做窃贼，我以我道承载根源。唯有我荣！斩道升级，正在与创世原点同调完毕，最终编辑权限解锁。我既就是剑，剑亦是我。去吧，新的变量，让我看看你这柄名为斩道的钥匙，会为这个已经死气沉沉的世界开启一扇怎样的门？原来这就是世界的真相，道祖女神，你们的游戏该结束了。艺术，你竟能找到此处，你触碰了根源。道祖，我来不是为了修正你，而是为了卸载你。狂妄！在本源之中，无即是天，即是法则，即是秩序。你的一切皆由无所创，你拿什么来反抗你的造物主？